现在看到的这些孔雀鱼，也是用高锰酸钾水溶液给鱼做药浴超时的受害者。因为它们的健康状况比较糟糕，所以没有放回到大鱼缸。经过了2天的时间，这些孔雀鱼大部分出现了严重真伪的情况。在以前的视频里谈到过，我个人更倾向于孔雀鱼真伪病是寄生虫病。这一次对这个观点的坚持又坚定了一些。原因是在这些孔雀鱼被高锰酸钾浸泡灼伤后，怕它们的伤口被细菌感染，在这个小鱼缸里放了亚甲基蓝和另外一种杀菌的鱼药，直到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才给鱼缸换了水。理论上，先前的鱼缸里不应该存在大量细菌。在接近无菌的情况下，孔雀鱼得了严重的真伪病，是不是能说明导致真伪病的根源不是细菌呢？还有，治疗观赏鱼真伪病很关键的操作是升温，因为鱼缸小，没有办法放加热棒升温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孔雀鱼得了严重的真伪病，是不是能说明导致真伪病的根源是寄生虫呢？要获得孔雀鱼得真伪病原因的正确答案，需要有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知识。在没有显微镜和判断微生物、细菌种类能力的情况下，我们这些普通的养鱼玩家的说法，只能代表个人观点，未必是完全正确的，请大家理性分析。如果认定孔雀鱼真伪病是寄生虫引起的，就有必要说说引发真伪病的寄生虫三代虫。本人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些三代虫的资料，简单点说，三代虫有很多种类，繁殖速度极快。三代虫寄生在鱼的鳃和体表，被寄生的鱼表现为极度不安、呼吸困难，体表失去原有光泽，会出现灰白色粘液膜。粘液膜过多以后，鱼鳍或鱼尾会收缩并粘在一起，形成真伪。出现了真伪状态的孔雀鱼，因为不能正常呼吸、游动和进食，会逐渐消瘦，直到死亡。虽然我个人倾向于孔雀鱼真伪病是寄生虫病，但是也还有一个疑问：三代虫来自哪里呢？很遗憾，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，只能猜测一下。因为三代虫是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，它们有可能和细菌一样无处不在。也许是来自新放到鱼缸里的滤材、水草，也许是来自新换到鱼缸里的水，也许是来自空气传播。甚至在水清鱼健康的鱼缸里，也有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三代虫。上面提到了引起孔雀鱼真伪病的三代虫，可能是无处不在的，甚至你现在的鱼缸里都会有。这听起来挺吓人的，不过也不必过分担心。寄生的特性是，寄生虫需要捉住宿主，就像异形电影里演的那样，抱脸虫需要人接近它之后才有寄生的机会。健康的孔雀鱼游动能力强，不容易被寄生，即使被寄生也有挣脱的可能。健康的鱼体表有一层保护膜，有点类似于人类的角质层，也会给鱼提供一定的保护，减少细菌或寄生虫入侵的可能性。鱼缸里所有因素都对孔雀鱼有利的情况下，三代虫是极难存活的，有侥幸活下来的，数量也会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，无法给鱼造成大的伤害。为什么适合孔雀鱼生长的环境一定不适合三代虫呢？这可能就是自然法则吧，要么可能就不存在孔雀鱼这个物种了。当鱼缸的水质变差、水温过低、换水量过大或饲养密度过大时，鱼缸整体环境开始变得对三代虫有利，三代虫就会大量的繁殖起来。而这时的孔雀鱼却因生存环境变差，开始变得虚弱，不再健康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
视频里的这些孔雀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本来大多数都是健康的，并没有出现真伪的表现。用高锰酸钾给它们做药浴时，药量过大并超时浸泡，它们的体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灼伤，处在濒死的非健康状态，并且没有进行有效的处理，这就给了三代虫可乘之机，然后就得了严重的真伪病。虽然以上的说法都是本人的猜想，但感觉上还是比较合情理的，供大家参考吧。孔雀鱼得了真伪病，如果发现的早，是有几率治愈的。主要方法是使用治疗鱼病的老三样：升温，鱼缸水温升至30°C，并一直保持恒温状态，可有效抑制三代虫的繁殖和生长。换水，适当给鱼缸换水，可直接减少鱼缸中三代虫的数量，但要注意换水基本原则：等温少量。下盐，盐的作用是通过渗透压原理减轻鱼的负担，对寄生虫应该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如果感觉上面的方法还不够用，还可以给鱼缸抱养，也可以使用适当浓度的亚甲基蓝辅助治疗。在这里要提醒各位，特别是新接触养鱼的朋友，不要认为鱼病是一定可以被治愈的，哪怕你曾经用某种方法治愈过某种鱼病。这就好像人得了普通的感冒，有时吃点药，甚至不吃药，洗个热水澡就好了，有时却需要打针，甚至住院治疗。如果是身体弱的人，感冒甚至会引起一些并发症，严重到危及生命。鱼得病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有时能抢救回来，有时根本是无解的。视频里的这些得了真伪病的孔雀鱼，我虽然知道应该怎样治疗它们，也曾经用同样的方法治愈过一些孔雀鱼，但是现在只能放弃，因为它们现在病情的严重程度已经是无药可医了。好了，就到这里吧，感谢观看，下次再见。